你们有没有发现，现在在马来西亚，走去学校门口或者 shopping mall 一看，那些00后、10后的小孩讲出来的语言已经完全跟我们以前不一样了。你问他你是福建人啊，他会回答你一句啊，我不知道耶，我阿妈会讲福建话了，我不会。哎呀，你听到那一刻真的是心碎。福建话、潮州话、广东话、客家话、海南话、福州话、兴化话，通通都在慢慢消失，好像古董这样被收在博物馆。你要找上讲如何无 in Chai way， 越来越难，连波叫都被简化成 everyone never call me， 这就是新一代的混语文化。这个不是孩子的问题，是我们社会整个系统的问题。你看现在的环境，小学、中学、大学，甚至抖音、YouTube、Netflix， 全部都是国语、英文、中文，没有一个地方是鼓励他们讲方言的。连电视台都变成全中文或者全马来文节目。以前 NTV7 还会有一点广东戏，现在广东戏都变成 YouTube Archive。那些听得懂的，老一辈在家看，年轻人一听，哇，这个语气好奇怪哦，直接划走。一个民族的根就这样划走。你想想看，我们的爷爷奶奶他们讲的方言不只是语言，是一种生命力，是一种故事。福建人讲爱拼才会赢，潮州人讲大得有钱做大官，客家人讲人要勤俭持家，海南人讲做人要直，这些都不是课本会教的。可是现在的小孩拼命学英文，拼命考 A， 考到脑都爆，都不懂自己祖先讲什么。问他你阿公以前讲什么话骂你，他讲 Mandarin 了，你讲 Mandarin。你阿公以前是福建帮会的，骂人都是刚刚为那个衰呢，你都听不懂。方言的流失其实就是文化的流失，因为语言是一种生活方式。比如说福建话有食饭味，广东话有粥饭味，潮州话有你洗饱味，这三个意思都一样，可是语气、感觉、文化背景完全不一样。那种亲切感，那种口头的温度，你用普通话讲不出来。你跟你朋友讲你吃饭了吗和你食饭味，那个情感层次差很远。一个是礼貌，一个是心意。方言就是情感的桥梁，是家族的连结，是祖先的声音。可是现在大家的家已经不讲家乡话，只剩下国语和普通话，讲的再标准都没有味道。有人说讲方言会影响孩子学国语或英文，这是最大误会。香港人从小讲广东话，他们英文不好吗？新加坡人讲 Singlish 福建话、马来话，他们沟通能力很差吗？反而他们多语言灵活转换，反应更快。问题是我们自己怕孩子学乱，所以家长一开口就讲普通话、讲英文，不要讲方言，结果孩子真的不会讲了。你以为你在保护他，其实你在断他根。到以后他长大去中国福建、潮州、梅州、文昌，别人讲方言他一句都听不懂，那时候以后觉得我到底是哪一族人？还有个更严重的现象，就是方言羞耻。一些年轻人听到别人讲方言会笑，你很老哦，很 common 哦。唉，这种心态真的危险。一个民族如果开始嫌弃自己的母语，那文化一定灭亡。你看印尼的爪哇人、苏门答腊人，他们还有地方语言节庆，泰国还有兰纳语、伊善语。可是我们这边一讲福建话就被说很 old school， 可是 old school 不是坏，是根。一个没有根的树怎么长高？讲福建话、讲潮州话不是落伍，是身份的自豪。再讲一个现实问题，马来西亚的华人社会原本最厉害的地方就是语言能力。以前你看一个巴萨阿姨一开口，国语、英文、华语、福建、潮州、广东、马来话全部来，他卖菜都可以变联合国。你买菜讲这个菜多少，他可以换5种语言给你报价。那种灵活，那种生活智慧是靠多语言培养出来的。可是现在你去超市，收银员全部是英文加国语，你讲一句福建话他愣住，他说 Auntie 我听不懂，你说我也不懂你英文，结果两个人笑完文化就断了。而且方言一消失，连我们的饮食文化都会跟着淡掉。你看以前我们叫福建面、潮州粥、客家酿豆腐、海南鸡饭，这些名字背后都有故事。你叫一个不会讲方言的小孩解释福建面和炒面有什么差别，他会说就黑黑的咯。
可是老福建人会说，那个酱油要够火候，那个猪油要香，这是语言传承的味觉。方言是食物的灵魂，没有语言，那些美食只是空壳。你让 AI 翻译都翻译不出那个的感觉。所以啊，方言的流失不只是语言问题，是一个民族认同的崩塌。你去问一个10岁的孩子，你是福建人吗？他会说我华人。再问你祖先哪里来？他说不知道。问他你家有拜祖先吗？他说没有，我妈说那个不土。你看，这就是我们的问题。父母忙着现代化，却忘了文化要传下去。结果我们培养出一代会编程、会 TikTok、会英文作文的孩子，可是他们不会讲一句阿公你好吗？等阿公去世，他们才发现有些话永远讲不出来。我们要问自己，我们要什么样的未来？一个全部讲普通话、英文，但不懂方言的社会，表面看起来统一，其实很单调。多语言是我们的宝藏，不是负担。福建话、潮州话、广东话、客家话、海南话，它们不是旧时代的残骸，是祖先留给我们的文化密码。讲方言不代表你不进步，会讲普通话不代表你要忘本。我们要做到的是两者共存，而不是取代。我们可以从小教育孩子多听多讲。你在家跟他说吃饭了吗？可以换成 See family。你叫他不要玩手机，可以讲 My cat phone 了。这样慢慢来，他们就会听得懂。语言不需要强迫，是一种氛围。如果家庭、学校、媒体都开始用一点方言，哪怕是一句问候、一句笑话，也比完全消失好。有时候我们要承认，这个世界变化太快，科技进步、教育制度、全球化，让我们想保存文化变得难，但难不代表不可能。你看韩国人、越南人、日本人，他们都在现代化中保存自己的语言。我们马来西亚人更有优势，我们是多语种的天才，只是我们要有意识去保护，不要把方言当笑话。当你再听到老人家讲家乡话的时候，请你不要觉得 out， 请你坐下来听，因为那是我们最后的文化原声带。我希望有一天，我们的小孩可以在学校的舞台上用福建话讲故事，用潮州话唱歌，用客家话演小品，而不是只能用普通话、英文表演。那天我们就真的成功了，因为那代表我们不仅活在现代，还记得从哪里来。朋友们，我们常说文化要传承，可是传承不是口号，是行动。从今天开始，你回家跟你爸妈、阿公阿妈讲一句方言，他们听到会笑的，那种笑是根还在的笑。语言是根，文化是魂，如果根没了，魂就散了。谢谢大家，我是是是非非脱口秀主持人，希望大家不要忘记，讲方言不是落伍，是自豪。